啊！哎，你个白眼狼！我救你，你不但没有感恩之心，还骂我。白校长，白校长，英魂，你没事吧？我好害怕，好害怕再也见不到你。没事没事，这不是好着呢吗？哼，你们俩感情真好，还真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玄妖情侣。哎，姑娘，感谢你刚才出手相助，本世子呢还是很懂得知恩图报的。这样吧，就准你们随我回金秋王宫领赏吧。不用了，救你呢只是顺便，我们呢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咱们就此别过吧。哦，好吧。哎，等一下！要拿的东西就在金秋王宫啊！你如此盛情相邀，我们去也无妨，是不是啊？赏还是想领的吧。走了，本世子大度，也不像什么其他妖怪一样看不起你们玄门人。是。那跟我走吧，这一路折腾死我了。哎，总算回来了。傻子，有人保驾护航，事还是好办的。走。白小生，你衣服怎么在我这儿？还不是半夜怕你冷，给你披上的。哎呀，快拿回去吧。哎，不用，我不冷，你披着啊。哎，这尹阳对你可是真好，还去采了瓜果回来。想不到你还挺会照顾人嘛。我可不对其他人这样啊。你们有没有感觉，好像有人跟着我们啊？清修怎么会有人？都是妖怪，别疑神疑鬼了。哎，英魂，快跟上。拿着，挺好吃。哎呀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喜欢摘果子啦？不是怕你饿吗？他也摘，你也摘，撑都撑死了。还有人，真有人跟着我们？吃你的果子吧。我们走我们的。累死我了！我说你们赶路怎么都不听我的话，绕来绕去的走，这要什么时候才能到金秋王宫啊？哎，那家伙像个狗皮膏药一样，甩都甩不掉。啊？我以前也试过甩他，上山下水都不行，更别说我们就绕了这么点路。不是，等等，我跟你们这么久，何时就被甩掉他呀？不然我们疯了。早说，我去骂走他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妖，都不害臊吗？都让你别跟了，你怎么还跟？我知道，你无非就是看上里面的姑娘了呗。但我告诉你啊，
作妖要有作妖的分寸，不能因为年纪小就胡作非为。你看我做什么？看我就不敢骂你了。我告诉你，人家两口子关系可好了，硬要往里插一脚，你不害臊吗？他们不是两口子。切，那也不影响你是第三者。我不是第三者。你还狡辩？哎，你不是第三者，人家会跟那位在一块毫不搭理你啊？人家姑娘可不喜欢你了，一路都绕着道走，你怎么还敢？现在这个世道吧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像你这种小妖已经厚颜无耻到没有底线，还不喜欢你了，你非要缠着人家，哎，那影妖对她多好啊，对她百依百顺的，人家那才是天生一对。你干什么？你要动手啊？我有说错吗？还算有点自知之明啊！赶走了？怎么赶走的？骂走的。你怎么骂的呀？就骂他不要脸啊！就这么简单？就这。你才不要脸！烟回，换小烟，你是哪儿冒出来的东西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一直都在啊。此前过黑河，我就在戒指里，一直被龙主带在身上。方才趁他不注意，我就自己从戒指里溜出来的，龙主不知道。还有人叫龙主这个名字，他怎么不叫鸡主、鸭主、大鹅主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！我看你最不算个东西，一直在这絮絮叨叨没完没了。他们不理解他也就算了，你竟也在这里狗仗人势，落你妈井下石。谁狗呢？老子是狐狸，荆州王族大国主之子，九尾血统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在老子面前这么说话？哼！你在老子面前也敢提什么青丘王族，什么国主之子，死后还不是一抔土？你敢在老子面前提老子，看老子不好好收拾你！你还敢跟我动手？一个青丘的世子，一个幻族的独苗，都是有王位要继承的。可这闹啊！我看这青丘迟早像玄门一样要完蛋喽。好了，别吵了。好了，不要再吵了。看在我救别恩人的份上，不跟你计较。我要你啥？我今天教你做个妖了。哼，大半夜这么有精神啊？要打出去打。换个姿势，不许学我。啊，小幻妖，这我就不理解了啊！他是糊涂的，就算他不知道前因后果，他都选择站在我这边。而你呢？你是亲眼看着那条龙捅进他的心口的。什么？他还捅你心口？啊！你叫什么叫？哼！现在不明是非的小妖真是越来越多了，什么人都帮着说话。哎，你懂个？过来，烦人！燕回，我是真的觉得龙主他挺不容易的。龙主他回来之后就一直记着找你。哦，他还被你师父打了一顿。我师父？陈新山凌霄真人，我听龙主是这样叫的。他来了，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他好像知道你出事了，来了就把龙主打了一顿。龙主他本来就有伤。他是问你在哪儿，你就回答在哪儿就好了。不知道。或许他真的以为你死了，就又走了吧。那看来得给大师兄传个消息，莫让他们担心了。不需要吧？之前在高空竹林不是见到林飞了？他回去肯定会好好炫耀你还活着的事情。也对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
你师傅打龙主之前还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他之前对你下手是因为素影。我知道，你知道啊？素影真人被妖龙钉在广寒门主座上的消息，全天下人都知道了。那天我赶回龙谷，看到一片狼藉，联系前因后果也能猜到，素影肯定是做了什么刺激他的事，他才会如此。那素影实在是太心狠手辣了，他杀了韵韵。韵韵，那个你们进来的小道西边的山壁上，有一种开兰花的玲珑草，能治灼伤。别难过了。抱歉，宴会姑娘。素影杀了韵韵，还带走了所有小精灵来威胁龙主，所以龙主才会那样做的。那他那样做，确实是唯一的选择。那其他小精灵呢？后来怎么样了？救回来了，龙主把他们送到了安全的地方。烟魂，我知道了。好了好了，走走走，让他自己进去。走啊！你先回去吧。烟魂，知道前因后果，你就心软了吗？我能做到不恨，就已经到头了。抱歉，今日才知道你去了另一个世界。韵韵，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，可以像在龙谷一样，有可可爱爱的小伙伴，过得快快乐乐的。这里没有蜡烛，也没有你最爱的小葵花，只能找来一些树枝，还有山间的野花，来祭奠你了。对不起，没能保护好你。不过素影已经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，你的龙主已经替你报仇了，你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。我总算明白，原来那天晚上天要刺我心口，桃湖心里也是无奈之举，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是素影。我或许应该原谅他。但我一看见他，我就害怕，就忍不住会想到可怕的事情。我恐怕再也无法好好面对他了。韵韵，对不起，你别怪我。气死我了！龙主，
龙主，哎呀，我刚才在山洞里没忍住，就把晕晕的事。我知道。哦，但是龙主，燕回这次好像真的打算不理你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寻他，本是担心护心灵离体会危及他的生命。如今，我只想将他护送到青丘，确保他一切安然无恙，我便会离开。啊，这……从此以后，正如他所愿，两不相欠。可是龙主，你真的不会难过吗？莫不是早上才刚走，还想在后边跟吧？你，不是说我把人骂走了吗？你看这火刚熄的样子，像是把人骂走了吗？不是，这我也不知道他脸皮怎么那么厚嘛。算了，我们先走吧。哎，等等，你别带着我绕了，我带你们走。我知道有一条近道，但是平时不大有人走，可能是有点危险。那个，顺便可以甩掉他们。早说带路啊！我都想打你了。快，这边。你们俩快点儿，快点儿！这小狐狸体力怎么这么好啊？不是他体力好，我可以感觉到这里有一股业力与我们体内的黑气隐隐相斥。我还真不知道青丘有这样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地方真的有这样一股业力的话，那说不定青丘真的有能克制黑气之术的办法啊！喂，你们再这么磨蹭下去，这近路走成远路了。不行，我跟你说，我是真走不动。哎，你这个妖怪，渡河也不行，走路也不行，你怎么就看上这么个病弱的妖怪？我们初来乍到，水土不服，理解一下。再坚持一下，走过这个旷野就到齐牛王宫了，到那要啥有啥。走，走，走。狐狸精，哎呦，怎么啦？真不行了，再歇会儿吧。行，你这个腰也太不行了吧！我也不行，怎么你也这样？好累，好晒，好渴，那就歇一会儿吧，好晒就一会儿啊。谢谢啊。有这片阴影遮太阳，舒服多了。没事，才不是他呢！幻小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这小妖怎么阴魂不散的？
就你这小短腿，还想甩掉我呢？你天真！都怪你们！哎，你臭狐狸，不许凶焰回！龙主知道你不想见他，特意让我把这个给你。拿着呀。还有啊，天上的这片云，也是他用法术驱使过来给你遮阳的。之前你渡河的时候，他怕哎，你着。你说你一个青丘王子，怎么一口水都搞不到啊？啊！竟然让一个幻族的小妖有机会来这献殷勤，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幻族的地盘。狗屁！不就是一壶水一片云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们给老子等着！老子今天晚上非让你们吃上大餐！净会说大瞎话。你敢跟老子比吗？比谁的晚餐更丰盛？比就比，谁怕谁啊？小短腿！哎，你等等我，别耍赖！小短腿！差不多了吧？来，我们走吧。什么破玩意儿？咱别喝这个。你莫不是对他心软了？怎么有一个声音在我脑海里？那天你那么急着跑回去，到底换回了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我记得。啊，自从这个黑花长出来之后，神智总是有点恍惚。果然，宴会时还有些异常。莫不会是黑气之主？让我进你识海看看。想不到，这彼岸花竟然生长得如此迅速，才不足1个月，就有将我识海覆盖之势。果然是他，黑气之主想要用彼岸花的花根来操纵你。等到时候彼岸花遍布你的识海，你便会沦为他的提线木偶。原来他跟我说的3个月时间是这个意思。什么3个月？他让我3个月之内帮他夺得护心灵。啊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现在才讲？我又不打算按他的做。再说了，那龙现在厉害得很，我何德何能与他一争？你听好了，那条龙现在对你满怀愧疚，你都不用动手。知道护心灵在哪儿？它就在你的嘴上，你只要问他，他就会给你了。我不想要。燕回，我求求你别赌气好吗？现在有什么事情比你的性命还重要啊？我不是赌气，我不想要他的东西，而且也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的瓜葛。护心灵本就是他的东西，他迟早会拿回去的。再说了，现在有青丘秘宝可以帮助我们解除黑气之主的控制，我们去寻便是，不需要他人的帮助。好，我会帮你的。别跑！臭狐狸！等等我，你别跑！你还笑？你这还追我？这什么鬼东西啊？烫得我这么疼！一个烂木头，我给它扔掉。这好像是我阿娘的东西。你阿娘？我阿娘名唤雪里，乃是青丘国主夫人，尊贵至极。青丘举国只有她的东西能篆刻领字。领字？你阿娘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么偏僻的地方？恐怕要回去问问我爹才能知道。
是下不了手是吧？那我帮帮你。你阿娘的罗盘是干什么用的？既然是罗盘，那当然是指明方向的了。那很普通嘛，还是我的幻妖戒指更厉害。你看，我的罗盘厉害，我的戒指更厉害。我罗盘厉害，我的戒指，罗盘厉害，我的戒指厉害，罗盘戒指厉害。都跟你说罗盘，他生气了。一个罗盘有什么好生气的呀？你这罗盘，你说罗盘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嘘，别说话，不要动。刚刚那是白小生。被吸进去了。这是哪儿？不对劲啊！怎么会把他们吸进去呢？这不可能啊！哎呀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赶紧想想办法救他们！你阿娘的东西，你打不开。行不行啊？谁在那儿？这里太诡异了，不可久留。这是。 我和颜回刚才好像是被一个法器吸进来的，这里应该是法器里的空间。这是何物？出去了吗？是
我脑海中说话。这些人好像在对我施法。他是谁？为什么这个女子看起来这么悲伤？我心中为何会如此愤怒与悲凉？我知道了，他使用的术法是陈行山的术法，他在封印我。可他为何要封印我？人呢？应该快出来了吧？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我行，我怎么不行？怎么消失了？燕怀，燕怀，你不要过来！燕怀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特别想逃你的护心里，你离我远一点。你想要护心灵，我可以给你。你滚开！我不要！你别动，这里危险，我们先想办法离开此处。你才别动！我说了，我现在想逃护心里，但我又不想逃护心里。我知道我说的很乱，但我就是不想再和你扯上任何关系。我现在是真的看见你就难受，你离我远一点，我害怕。你没有死过，你根本就不懂。我看见你有多害怕。护心灵的事，是我不对。人呢？能放出来吗？燕怀，怎么是你？燕怀呢？你还敢跟我提燕回？我还想问你呢。你都捅过人家心口，为何还要装作一副关心他的样子？还释放了这个结界，连我也想一起弄死。我未曾想过害他，这结界与我无关，我也被困住了。你说这话就奇怪了。你那通红的剑，冒着灼人的火焰，剑刃比我胳膊还要长，你就这么往别人心里搜？你不是想害他，难道你是在救他吗？你不该让黑旗之主救他，这是在饮鸩止渴。没有你那刀，何必要饮鸩？哼，还是你觉得我就应该把他留在地上，看着他去死？要我说，你要是真的想补偿他的话，就把你那护心灵还给他。护心灵我会给他，但你已经让黑旗之主救了他，为何还要我的护心灵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瞒你了。他靠着黑旗之主的力量而活，
黑旗之主有令，若他不带回护心灵，便不会留他的命。所以若我是你，今晚就自觉一点，别再让我操心了。他此前一路皆是正常，唯独今晚突然黑气四溢，想要掏灵。哼，是你对他动了手脚。是又怎样？我给他护心灵是为了救他，不是为了满足黑旗之主。舍不得了。如今他黑气入体，黑旗之主让他来掏灵，你确定拿回了护心灵，黑旗之主就能放过他吗？你与他演过北郭先生的故事，你可知还有一个故事，叫与虎谋皮。若想要救燕回，必须先去除黑气，再放入护心灵，方可让他同时拥有生命和自由。